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资工系陈坤志老师。现在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何谓 System C。System C 与大家过去所熟知的许多高阶程式语言，例如 C、C++ 以及 Java， 又有何不同之处？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这个高阶的硬体描述语言有进一步的认识。何谓 System C 呢？基本上 System C 可视为是一群 C++ 的 library 所组合而成的 API， 它建立在既有的 C++ 基础上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simulation 的 kernel， 而这个 simulation kernel 呢，能够支援许多不同层级的模拟，例如没有时间概念的模型，以及具有一些基础时间的模型，但还不是这么精确的模型，以及比较精确的时间的模型。所以 System C 它透过整合起来的 C++ 的 library， 能够描述硬体的许多行为的运作，包含了运作的 process 时脉，以及 hardware data type， 以及等待的行为。另外，在硬体上面常见的，例如各式各样的 input 以及 output port， 以及 signal， 都会在 System C 语言里面去做支援。那 System C 与 C++ 又有何不同之处呢？System C 在我们前面的几页投影片，我们已经有跟各位提到，它是一个由 C++ library 所组合而成的 API， 而这一些 API 全部都被定义在所谓 System C 点 H 的这个标头档里面。所以我们在撰写一个 System C 程式之前，一定要把 System C 点 H 这个标头档给包含进去，我们才可以去使用 System C 所支援的所有的 library。那由于 System C 它是基于 C++ 语言所发展的一个硬体描述语言，因此过去各位同学在 C++ 里面所学习到的许多语法，在 System C 里面当然全部都是支援的。但是毕竟 System C 它是一个硬体描述语言，所以在撰写 System C 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用太过高阶的软体思维来进行设计，我们还是必须要遵循的 System C 的 methodologies 来去做设计。而所谓的 System C methodology 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借由既定的设计方式，来准确的使用由 System C API 所建立起来的 simulation kernel， 并用以来正确的模拟硬体的运作行为。那 System C 与过去我们所熟知的许多硬体描述语言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例如 VHDL 以及 Verilog 又有何不同呢？所谓的 VHDL 以及 Verilog 都是在描述精准的时脉运作的硬体行为，所以在过去还没有发展 System C 之前 ，Verilog 以及 VHDL 是硬体设计师在设计硬体时常使用的一个评估系统的硬体描述语言。但是由于它需要遵循许多很严格的设计规范，因此大幅的降低在设计前期所花的这个弹性度。那 System C 呢？由于它是一个比较高阶的程式语言，因此它整体的设计弹性比起过去我们所熟知的 VHDL、Verilog 要来的弹性很多。那
过去我们所写的 VHDL 以及 Verilog 是否可以直接转变 System C 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非常的自由的把 VHDL 以及 Verilog 透过某一些软体直接转变成 System C 语言，但是我们并不保证从 System C 语言能够很容易的转成 VHDL 以及 Verilog， 因为 System C 它毕竟还是属于一个比较高阶的程式语言，所以我们在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遵循一些比较严格的设计规范，我们才可以把 System C 语言转成 Verilog 或是 VHDL。那为何我们需要 System C 呢？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目前的数位系统设计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公司都希望可以较早的做全系统的一个验证，来减少 time to market 的时间。那所谓 time to market 的意思是说，从设计到实现成商品，到卖到消费者手上，总共所花的时间。因此，若是能够大幅的降低 time to market 的时间，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讲，它的获利是相较来讲比较大的。因此，使用 System C 的程式语言，就可以在提供设计者一个高阶的模拟环境，在设计初期，透过简易的方式建立各种硬体模组，来做软硬体的协同验证。如此一来，就可以大幅降低设计失败的风险。那这一页投影片呢，主要要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传统我们在做硬体设计时的一个设计流程，以及具有 System C 协助的一个硬体设计流程。过去没有 System C 等高阶程式语言协助的时候，设计者需要从我们所常见的 HDL 语言，接着透过一些软体进行模拟以及合成。当这些全部都验证通过之后，才可以实际的到晶片设计以及测试。然而，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流程，对于一般设计者来说，并不是这么的直观，所以往往在做完模拟以及合成后，才发现，在设计上面有许多重大的瑕疵。因此，我们还要重新回头过去，重新设计我们的硬体描述语言。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方式，相较来讲是非常耗时的。然而，如果能够透过 System C 的协助，我们就可以在还没有真正开始做硬体设计前，就可以先去做一些比较高阶的这个硬体行为模拟。当这些硬体行为模拟都通过之后，我们再开始去设计我们常使用的各种 HDL 语法。这样子呢，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设计失败的风险。那么，要怎么从系统层级的概念逐渐的落实成各个硬体设计单元呢？不管是哪一种设计流程，大抵是遵循这个设计的 Y-chart 的这个设计。而这个 Y-chart 设计当中，总共有3种不同的 domain， 分别是行为面向 behavior domain、架构面向 structural domain， 以及实体面向 physical domain。当开始有整个系统行为的概念之后，我们可以逐步的拆解各个系统的行为，使其变成比较小的 processors。而这些比较小的程序呢，我们还可以再拆解成许多更小的演算法，来去描述各个不同的 process 它的一个行为。接着，我们可以将这些演算法再进一步的化解成透过许多逻辑方式所组合而成的行为描述。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从上到下落实成一个实际的硬体运作单元。这里先做一个小总结。从前面几页投影片可以得知 ，System C 语言在整个数位系统方面，它是介于高阶的程式语言以及相较于比较低阶的 Verilog 以及 VHDL 之间。而 System C 的
发展，恰好可以涵盖软体到硬体的，当作是他们的一个桥梁。因此，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System C 是可以用来辅助软硬体协同整合的一个很好的设计工具。System C 在2000年左右开始发展，到了2005年呢，开始获得许多人的注意。在2005年发表在电子工程专辑上，就有一篇文章这样子说道 ：System C 已经被谈论多年，专家们表示，如今该语言正逐渐的成为 IC 设计的共通语言。所谓共通语言的意思就是说，因为 System C 所扮演的角色介于软体以及硬体之间，因此软体设计师以及硬体设计师都需要熟悉这个语言。而在2005年的另一个电子工程专辑的文章上面，其实也有提出另一个描述 System C 特色的一句话。很明显的 ，System C 已经成功定位，再不认为是 HDL 的替代者，而是连接机构系统行为模拟的系统架构师和编写 RTL 建制程式码的工程师之间的一个桥梁，再的验证我们前面所说的 System C 它是可以协助软硬整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而 System C 所扮演的角色，在最近这几年也逐渐的受到大家的重视。在验证一些比较大型的复杂系统的一些公司，他们常常在一开始会先采用 System C 来去做一个先期的系统验证。同样是在电子工程专辑上的文章，在2009年有一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Mentor 的 Cata+ HLS 平台则能提供设计工程师以标准化的 ANSI C++ 与 System C 语言来描述功能意图以及高速度产生高品质的 RTL， 这将大幅降低 AI 设计的一个验证成本。这句话也验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在验证大型的系统的时候，先使用 System C 来去做系统验证，是可以大幅降低验证的复杂度。说了这么多关于 System C 的好处，我们当然也要注意一下 System C 其实并非万能的。这里举了一些一般在初学者对于 System C 的一个迷思。首先 ，System C 目前其实还没有成为软体和硬体语言的一个统一的语言，也就是说，它目前仍然是被定义成一种硬体的描述语言。所以我们在撰写 System C 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具有一点硬体的思维，不能够用全软体的设计思维来设计它。那由于目前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语言去统一软体语言以及硬体语言，因此目前许多研究人员仍然朝向这方面来努力，希望能够发展出一个 UML， 也就是统一的一个 modeling 的 language。相信介绍到这里，大家对于 System C 的发展已经开始有一个基本认识了。从2000年开始 ，System C 开始发展，当时发展之初，其实还是脱离不了传统 Verilog 以及 VHDL 的设计思维。直到 System C 2.0， 也就是在2001年到2012年之间 ，System C 2.0 的 Standard 被发展出来之后，才开始逐渐的被大家所重视。所以在2005年开始，有很多的研究学者以及公司已经开始逐步的去采用 System C 来去验证他们的大型的系统。那在下一个单元当中呢，我们就会开始介绍 System C 的一些设计流程，期待大家能够再次观看。谢谢大家。Take some scene 2。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资工系陈坤志老师。